今日夜猎，本以为并不是多厉害的妖邪，应当在蓝思追等人能力的范围内，不想那正主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女院。据镇上人的描述，此地时常有男子在夜间听到有女子唤他们夫君，并且祈求般的说道：“夫君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我还能动，不要杀我。”客栈里，一个自称遇到过那只女院的男子说道：“回头一看，便见一个面色灰白、颈间带伤的女子垂手站在我身后，见我望过来，便僵硬的抬起手，好像要拥抱我一样。还好我会点术法，侥幸逃回来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那女鬼长得多骇人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知道了，多谢。”同时心中暗道：应该不是什么厉害货色。那人摆摆手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仙人帮我们除罪，我等自是要知情便报。”魏无羡慵懒地倚坐在树上，灌一口天子笑，观望着正在对付小鬼的三小辈。见三人轻轻松松地解决掉几只小鬼，便奉上自己最热烈的喝彩：“哇，你们好厉害，不错不错，下次继续努力。”蓝思追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多谢魏前辈夸奖。”金陵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，没好气地骂道：“瞅瞅你那样，哪里有一点长辈的样子？吊儿郎当的，次次把我们往狼窝推，自己坐着看戏。”魏无羡从树上跳下来，又喝一口酒，笑道：“这不是为了锻炼你们吗？你们自个儿能行，我还出手干嘛？”蓝景怡和金陵观点一致：“哪有你这样的？”蓝思追道：“好了好了，魏前辈也是在锻炼我们的能力，是为我们好。”魏无羡欣慰地叹道：“还是思追儿懂事儿。”而后顿了顿，摆正神色，严肃道：“夜猎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若以后你们独自夜猎遇上危险，该怎么办？”金陵正想说可以放信号弹，魏无羡像是看穿了他的想法似的，笑道：“信号弹总有用完的时候。金陵，你舅舅也不可能永远都为你买400张诨仙网，你总要一个人面对一些事，难道那时候你还要靠你舅舅吗？”金陵无语凝色，三人皆是沉默。魏无羡注视着他们道：“我带你们夜猎，不是帮你们耍战绩，是要提升你们独当一面的能力。长辈不可能永远看着你们，明白吗？”三人点点头道：“明白。”这时蓝景怡感觉脖子上一重，就听魏无羡说道：“景怡，不要动啊！”他抬起头刚想问为什么，就觉得耳边一阵凉风吹过，像是有人在他耳边吹了一口气一样。蓝景怡不禁颤抖了一下，颤声问道：“魏前辈，我背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”看着金陵和蓝思追一脸如临大敌，并且面带同情地退到魏无羡身后，他便知道糟糕了，我。蓝景怡不敢抬头看，生怕看到什么七窍流血的脸，只能求助地看向魏无羡。只见魏无羡的神色也凝重起来，但他还是安抚性地说道：“别慌，你先不要动，他没有要动手的意思。”说话间，他已经迅速地将一道符咒打向蓝景怡上方，几人便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。蓝景怡感到脖子一轻，便迅速窜到魏无羡身后，颤颤巍巍地探出头看了一眼。这一眼瞧上，便是一声更甚凄厉的惨叫：“啊，这什么鬼啊！行了行了，是女鬼，看给你吓的。”魏无羡掏掏耳朵，盯着对面同样也在盯着他们的女院。此邪祟皮肤干涸，像是干裂的灰土，长发微曲，眼眶内一片空洞，时不时有几只蛆虫蠕动而出，嘴巴半张，身着白衣，倒像是一个泥人，还是一个被蛆虫当作巢穴的泥人。也不怪他如此恐惧，毕竟刚才被这东西骑过脖子。魏无羡笑了笑，喝完酒坛里剩下的酒，从乾坤袋里抽出随便道：“这女院估计是干旱年代死的，皮肤干裂，头发枯黄，且看她颈间的割伤，应是受过虐待，怨气才如此之大，这不是你们能应付的，退开，好好看着。”三人听话的退回魏无羡刚刚待过的那棵树下，认认真真的看着魏无羡准备如何对付女院。只见魏无羡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何故要危害村民？可是受了委屈，可告知于我，我替你解闷儿。”这语气像是在哄骗涉世未深的小女孩。蓝景怡看着那女院眼中爬出的蛆虫，越看背上越是一阵寒凉，浑身战栗。她忍无可忍地吼道：“魏前辈，你能不能认真点？”蓝思追见势不妙，急道：“景怡！”不料这一吼，那女院便悠悠地转头盯着他。蓝景怡顿时没声了。金陵也直犯恶心，他咬咬牙说道：“瞧你那出息，再吼他就要盯上你了。”
蓝景怡瞪他一眼，果真老老实实的不再出声了。魏无羡无奈道：“人要多点耐心，不然会吃大亏的。你呀，长点记性吧。”女院看上去16有余，她歪歪头，对着蓝景怡簌簌笑道：“夫君，我真的还能动，你不要杀我好不好？”魏无羡转头道：“完了，景怡，他把你当他夫君了。魏前辈，救我呀！”蓝景怡头皮发麻，惊悚的往蓝思追和金灵身后躲，女鬼悠悠的往蓝景怡那儿飘，完全忽视了魏无羡这个打伤他的人。魏无羡顿时觉得自己受到了心灵的伤害，他啧一声，又掏出符咒打在那女院身上。女院又是一声尖叫，却反而没有对魏无羡张牙舞爪，而是用他那空洞的眼眶望向蓝景怡的方向，唤道：“夫君，你看看我，我还能动，我还有用。”说着说着，他嘴里哀伤的祈求蓦地变为厉声大叫：“夫君，夫君啊，你不要灵儿了吗？灵儿好痛，灵儿好痛啊！啊！”几人捂着耳朵，魏无羡喊道：“姑娘，他不是你夫君。”女院猛地转头瞪着他，张牙舞爪的扑上去，尖声叫道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撒谎，一定是你蛊惑他，一定是你！”魏无羡赶紧躲开，抽出随便刺向他。女院这次倒是知道避开，指甲瞬间长出2寸长，没有眼珠的眼眶内流出涓涓血泪，再次扑向魏无羡。魏无羡没有躲，反而一剑直面他劈下。蓝思追等人顿时一阵心惊，叫道：“小心啊！”不曾想魏无羡并没有被他伤到，反而是女院见他不按寻常招式来，心慌的躲开。魏无羡身如灵蛇，剑锋一转，反从侧面横劈，女院顿时被剑上的灵气灼伤，倒在地上翻滚惨叫，尖声刺耳。蓝景怡等人不禁又是一阵头皮发麻，同时心里又是佩服魏前辈好厉害。太久没用剑，有些手伤了。魏无羡手执随便站在3个小辈身前，他转头笑道：“你们啊，少点死板的剑招，要随机应变，有时候一往直前也不是坏事。”金灵叫道：“小心啊，他又来了！”女院确实扑上来了，魏无羡又是一剑刺出，未料女院也学着他出其不意，知道伤不了魏无羡，便从空隙钻出，扑向出声的金灵。魏无羡转身便见女鬼掌指并拢，刺向金灵的脖子。魏无羡心里咯噔一声，也管不得蓝忘机的叮嘱了，随便入鞘。他抽出陈情，纵着怨气缠上女院。女院的指甲差一点就要插进金灵的脖子里，金灵咽了口唾沫，愣愣的还没反应过来。愣着干什么？走开！魏无羡的声线有些不稳，似乎也被吓得不轻。金灵反应过来，和蓝思追、蓝景怡迅速躲开。女院被怨气缠住，痛苦的挣扎，凄声惨叫。清越的笛声在山林间响起，女院忽然停下，安安静静地望着魏无羡。明明眼眶里什么都没有，可魏无羡就是觉得他清醒了。陈情曲调一转，笛声缓缓，曲调悠悠，女院周身的怨气散去。这一刻，她只是一个深情的少女。她向魏无羡鞠了一躬，魏无羡放下陈情，也回她一礼。女院轻声道：“多谢公子唤醒我，在世间徘徊多年，我也该走了。”原本以为她嫁给自己心爱的郎君，便能幸福一生，不想错看负心人。她夫君竟是抵不住旱灾，将卧病在床的她视为拖累，割颈取血作为食物，而她终是以血尽人亡的方式结束一生。女院的夫君其实早已因为饮了她的血而染上病患，并且因为心理负担郁郁而终。可女院不甘心，凭什么他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死去了，连一丝魂魄都不见？从此他便对世间男子厌恶至极，恨不能他们都去死，认为男子没一个好东西。魏无羡点头，希望你下一世能寻到珍惜你的郎君。女院含笑点头，眼角落下一滴清透的泪，化为点点荧光消散。3人见魏无羡完事儿了，便一股脑围上来。蓝思追担忧地问道：“魏前辈，你没事吧？”魏无羡忍下灵气怨气在体内横冲直撞的痛楚，再次从乾坤袋里掏出一坛酒，喝了2大口，呼出一口气说道：“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对了，金灵，没受伤吧？”金灵摇摇头，看着魏无羡苍白的脸色，问道：“你真没事？”魏无羡摆摆手道：“走了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边走边喝。3人面面相觑一会儿，这人不愿意说，他们也不太敢多问，只能跟着他下山。
到半山腰时，蓝忘机遇着碧尘落在他们面前，三人行礼道：“韩光君。”此时魏无羡脑中有些晕乎，脚步已然有些虚浮，见到蓝忘机便扑进他怀里，道：“蓝湛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蓝忘机拥着他，专心为他把脉，眉头已深深蹙起，有些生气，但还是淡声回道：“不放心，便来看看。”魏无羡沉默一会儿，闷闷地道：“哦。”蓝忘机探了探他额头，向蓝思追问道：“可是动用怨气了？”蓝思追迫于韩光君的低气压，乖乖点头道：“是。”魏无羡瞪了一眼蓝思追，蓝思追抹了抹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沉声道：“不是说好不用？你发烧了？”魏无羡不答。一阵寂静之后，金陵硬着头皮上前拱手道：“韩光君，魏无羡是为了护我才使用鬼道。”蓝忘机看他一眼，就专心查探魏无羡的情况。过了一会儿，蓝忘机蹙眉道：“你喝醉了？”魏无羡特别乖巧且诚实的说道：“喝醉了。”三人早就发现魏无羡不对劲，太不对劲，安静过头了，原来是喝醉了。蓝忘机拿他无法，只能对三个小辈说道：“御剑回云深不知处。”三人道：“是。”途中，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睡得很熟，只是忽然念叨一句什么，蓝忘机仔细去听，才听到那句话是：“蓝湛，你别生气。”蓝忘机又叹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没生气。”魏无羡也不知有没有听到，迷迷糊糊的蹭蹭他，了一声，便不再出声了。他们身后，蓝景怡和金陵问蓝思追：“魏前辈这是怎么了？魏无羡这是怎么了？”蓝思追看了一眼前面的人，低声说道：“魏前辈刚结丹，有些不适应灵院供体，两者一起用会很难受。”蓝景怡听完点点头，金陵则别扭地转过头，御剑掉头向着兰陵金室的方向飞去。蓝景怡嘀咕道：“真是大小姐，别扭的不行，愧疚就说出来嘛，跟谁会笑他似的。”蓝思追无奈道：“景怡。”蓝景怡翻了个白眼，道：“好好好，背后不可与人是非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蓝忘机转头瞥了他们一眼，两人立刻安静。回云深不知处后的第二日，云深不知处的山门口便出现2大箱灵丹妙药，最上面压着一张纸条：“给魏无羡的，爱要不要？”蓝思追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蓝景怡则又忍不住嘀咕道：“真是大小姐。”于是魏无羡便很开心地收下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